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看大陆节目，我是美玲。在中国，随着经济不断下滑，很多人选择停止缴纳社保。我们来一起看几段视频。今天终于决定不再交社保了。今年深圳这个社保上涨的速度啊，我实在是吃不消了。社保它不仅仅是一串简单的缴费基数，它更是一种无形的压力。当我的日常收入跟我的支出无法再支撑这个数字的时候啊，我究竟是在期待未来，还是要投资现在呢？我是90年出生的马，今年35了。我距离领退休金的年龄还有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。那在这期间，退休年龄肯定会不断的变化。我仿佛在跟社保对赌，连退休年龄都无法确定的时候，我又何苦再去交这个社保呢？医保涨完，社保涨，深圳人民工资上涨的速度压根都赶不上社保上涨的速度。交养老保险划算吗？今天去把社保给办停了，不是因为交不起，只是觉得到死也回不了本。我现在一个月是交2600块钱，交的是北京最低档的职工社会养老保险。本来应该公司承担的那一部分，现在都是我自己在交，因为我是个没有单位的人。我还得需要再交10年才能够达到领退休金的年限，这10年算下来还得再交30万，而且这是在不上涨的基础上需要交30万。按照北京这边的实际情况，每年累计递增大概200块钱，这10年下来30万还是打不住的，要将近40万左右应该。而且到退休之后呢，还得延迟退休，到60多岁才能领取养老金。回本的时间大概是在，人家有人算了一下嘛，大概是在12年到15年你才能够领养老金回本。人的寿命大概就是70多岁，如果想要回本，还得努力的活着，活到将近80岁。在家里纠结了好久，才决定把社保给停了，打算去买个大病保险。昨天我做了一个重大的决策，把我交了5年的灵活就业社保给停掉了。这个一个月我一个人要社保加医保要交1500多块，而且是最低档。我加我老婆3000块钱，一年将近4万块钱，我得卖多少青菜才能挣回来？然后停掉了这个将近4万块钱，我可以做好多好多事情，对吧？然后给自己放个假，少累一点，少辛苦一点，所以我想放弃。然后我得到60多岁，现在改了65岁才能拿到这个钱，我能不能活65岁还不一定了。我这么辛苦，活个50多岁不就够了吗？一个年轻人给出了自己不交社保的原因。我是在广州上班的，广州企业职工社保目前最低档的每个月要缴纳1800左右，如果选择缴纳，公司会帮承担1200多，其余的500多就自费承担。而现在缴纳社保的最低年限从15年提高到了20年，我选择不交就几点原因吧。第一，不知道各位是不是也跟我一样，其实都不敢保证眼下的这份工作能干多久，但我感觉只要是日复一日循规蹈矩上班的，99%的人到最后都会面临中年职场危机。而一旦失业，我是真没把握还能找到下一份也愿意承担社保的工作。第二点更迫切的是，眼下咱们的生活更需要钱啊。有车贷房贷的朋友估计每个月都捉襟见肘，可能有的朋友花呗都还不上，甚至偶尔还得靠小额贷去支撑生活，是真掏不出钱再去买社保，每个月那几千块钱工资，咱们也只能火烧眉毛且顾眼前。第三点是目前规定男性的退休年龄是63岁，说难听的，我都不知道还能不能活到那个岁数。他的理由很简单，交了很多钱，能否活到领钱的年纪还要打个问号。而这也是很多人的真实的心态。这也难怪，因为中国各种黑心食品导致很多人得病，中国很多医院里的病人都是满满的，而且从年轻人到中老年人，很多中国人都出现大量突然离世的情况。据中国官方预算数据显示，2024年中国社保基金收入成长为 5.2%， 但支出的增幅却达到了 7%， 导致这6年来中国社保基金第一次出现现金流赤字。为了缓解压力，北京当局从2024年开始实施延迟退休政策，计划在2040年以前把中国男性的退休年龄推迟至63岁，女性退休年龄也是同步的延后。那也就是说呢，辛辛苦苦交了多年的社保，领钱年龄却是不断的被推迟。而且中共在财政捉襟见肘的时候，也存在监守自盗的恶劣行为。2023年，因中共地方政府动用了社保储备金，中国社保基金被迫抛售了高达1200亿元的资产。
而这也对市场信心造成了明显的冲击。那说白了呢，就是老百姓不放心把钱放在中共手里了。据中共官方数据显示，早在2022年，中国社保基金投资收益额就亏损了1380.90亿元，投资收益率是负的5.07%。这背后的黑幕，相信大家都不言自明。我的天，我交的社保都被拿去炒股了，我没理解错，就是用社保的钱进入股市买股票。我就想问，到时候亏了算谁的？我都不舍得去炒股，你们竟然拿着我的社保钱呢、养老权呢去炒股。有人说很简单，赚了算他们的，亏了算我们的，社保继续涨价。我这样理解有错吗，兄弟们？2025年的4月22号，《华尔街日报》披露，已经有超过40%的中国灵活就业人口，其中包括外卖员、网络主播与自雇者，都在选择不参与养老保险体系，因为他们都需要自行缴纳雇主和个人的2份保费，而花费的总金额大约占月收入的20%。这对很多收入不稳定的人来说呢，是一笔沉重的负担。现在年轻人为啥不愿交养老保险呢？主要的问题就是没有钱。你看每个月赚那点钱，他也不够花，对吧？还得交房租，还得交房贷，还得养孩子，还得花钱，他就没有这个闲钱搞这个东西。谁不想老了有个保障呢？我也是80后。最关键的就是什么呢？个人养老保险呢，这个资金呢一直锁定到退休，最少的锁定都是20年或者是30年。所以说，对于年轻人来说，对于这个突发的风险呢，他就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。29岁成都外卖员刘鑫告诉《华尔街日报》，每个月需要缴纳社保大约是1400元，这笔钱几乎等于是他2周的伙食费。刘鑫直言：“我根本不信40年后还能够领到钱。”在经济整体下滑的大环境之下，那些刚刚步入职场的年轻人，工资除去社保，也就是所剩无几了。我刚下班，我老板跟我说，我的社保从我的工资里面扣，原本2500块钱的工资，扣完社保1800，只剩下700块钱。我一天工作22天。就相当于我每一天的工资只有800除以22，30多块钱。我不知道这个社会为什么还需要法学生？那你就把法学这个专业取消了吧，我觉得没有必要存在，因为法学生实在是太可怜了。中国资本市场专家许真向海外的中文媒体表示，现在中国年轻人拒交社保的现象是对现实觉醒和对中共制度的抗拒。许真说，年轻人已经不再指望中共的制度能够保障他们的未来，他们只想活得实际点，能糊口就好。旅美法学博士宋涛表示，中共省部级官员动辄月领10万退休金，而底层老百姓却被高比例的剥削，这种差距怎么能不让人愤怒呢？宋涛还举例上海某高级法院的党组书记，在某医院的重症监护室里住了许多年，总共花费是上千万元的社保基金。该事件被曝光后，引发了民间哗然。看来很多中国人果断选择不交社保，是对中共当局失去了信心。随着美中关税战的持续进行，中国倒闭潮、裁员潮和失业潮加剧，人们找工作是越来越难了。难搞哦，现在的一节真的不好找，都没啥招工的，更别说做一节了。今年特别的难找工作，保洁都要瘦的，我怕我得罪谁了？那干保洁咋都不让干呢？都要瘦的，我真是太难过了，我越想越难过。怎么样才能找到一个工作？我失业了，来杭州找工作，差不多找了1个多月吧，感觉挺难的。然后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工作干了25天，和我聊了一下书，我不合适吧？我对工作对生活方面比较焦虑嘛，觉得自己很普通，什么都不会，我感觉我要饿死在这里了。为什么别人有钱，我连活着都很困难？我只是想好好活着而已。宁波没有厂了，上海没有厂了，江苏也没有厂了，感觉找工作像被暂停了一样。现在我就
来到高铁站赶车去外地找厂。安徽芜湖从事劳务中介的小李告诉海外中文媒体，当前中国的就业市场已经是今非昔比，现在很多行业行情全部都不好，有的工厂都倒闭了很多，很多工厂放假休息，工人赚不到钱，连基本消费都减少了。安徽省芜湖市此前拥有2000多家工业的企业，包括比亚迪、奇瑞汽车和海螺水泥等大厂。但是在经历3年疫情的封控以后，中国经济持续出现下行，再加上美中关税战的影响，中国对美出口订单锐减，还有部分企业出现破产倒闭的现象。早在今年的4月10号，一名工厂老板就发视频说：“停工了。前面粉丝朋友们在说，这个美国降关税对我们有没有影响？大家也知道，我们主要是做漂亮国生意，业务占到90%。截至昨天为止，漂亮国关税增加到104，对我们的直接影响就是所有对美出口的业务全部停止生产，包括 OEM 客户也告诉我们停止生产。我们在港口的货物全部要拉回来，省得难以避免。失业人数大增，他们中有不少人找不到工作，只好去摆地摊。今年就业的形势真的是特别的严重，就相当于我现在生活的这一个片区里面。就是突然就感觉路边摊就多了很多，就以前我发现这条路都没什么人摆那个小吃摊的，结果今年我一下班我路过，我发现我靠，怎么这一条街都变成小吃摊了？我靠，好奇怪呀！难道这就是所谓的灵活就业吗？在就业压力之下，很多90后、00后都加入了摆地摊大军。现在摆摊的都是一些什么样的年龄阶段？看到卖泡面的美女，9几的？我93年了。还有嘞，做的面。90后，看那个小伙，今年多大？嘿嘿，也是90后。美女 ，hello， 那是9几的？98。这个那个啥，这是正常摆摊的。那个业务不是吧？我再往前走，小伙，9几的？62。又一个90后。这个老板是00年的呀？啊，是的，是的。小伙今年多大？9几的？00后。这老字小孩县的老板，他也摆起来摊了。小伙子98年的，你咋也摆起来摊了？包，你看哪里？今年新摆的这摊普遍年龄都不大，都是90后，甚至于说00后。我也是其中一个。到底是什么原因啊？让这么多90后、00后加入了摆摊大军？但地摊生意也是不好做，每家都不挣钱，每家都挺好吃，就是没有人流，回头客也很多，就是不挣钱。所以说这就是本地人不消费，外地人没有。所以说以后这种夜市大家不要去做，都不是很好，家都不挣钱。没有一家能超过300的，300-400块钱根本就不挣钱，除了租金、水电、人工，什么钱省不下。现在中共的执法人员还要借机对地摊摊主割韭菜。以后摆摊的话要营业执照了，今天执法人员来说了，原来像我这种拉个这个小车的可能就不行了。在生活的重压之下，一名摊主哀求说：“老百姓错了，真的，老百姓真的错了。我只想还房贷、还车贷，我只想养2个孩子，没办法，生活不下去了。给个地方我们摆摊人吧，不要走到哪里就赶就被赶，不影响交通要道。我都在台阶上面，这么大的地方，后面停一排车，我不影响，我不占道。”地摊生意不好做，因为很多中国人都没钱。无奈之下，摊主既然宣布蔬菜免费，于是人们开始疯抢。三台不要，马蹄也不要，水果也不要，小番茄也不要，鹅菜也不要。哎呦，莴笋，莴笋不要了，莴笋。莴笋不要了，莴笋。狂跌价了吗？狂跌了！哎，狂要啊，狂要啊！莴笋可以不要啊，狂要啊！这个也不要了，这个也不要了啊！哎，番茄不要了，快点！菜不要了，
在美中关税战的冲击之下，中国百业萧条，工厂纷纷倒闭，公司不断裁员，加上严格的年龄限制，很多人找不到工作，只好放下身段摆地摊。但是这份没有什么门槛的生意也不好维持。在这种情况之下，很多人都要交房贷、车贷，哪里还有闲钱去缴纳不断上涨的社保呢？我不知道你们刷没刷到过啊？最近网络上传啊，说什么我国有90%的人对现状不满意的，5亿人选择躺平，8亿人负债累累。另外还有19%的年轻人失业找不到工作的，还有就是很多人都已经破罐子破摔了，对未来一点希望都没有了。我在想啊，这些数据是真的吗？咱就假如说它是真的的话，那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现如今这个局面呢？中共当局没有想如何解决民生的艰难与百姓的生存问题，还在对外应承，对内在搜刮百姓。明白人纷纷停止缴纳社保，不把希望寄托于这个满嘴甜言蜜语，实则凶恶的中共，也就不难理解了。好的，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，请您记得点赞、订阅、留言，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是美玲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